up, my boss? Take you to travel. Welcome to Take You to Travel. My name is Chanel. 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这是我们的咖啡。今天我们要来开箱我们在欧洲自己改装的露营车。这台车准备带着我们完成我们的环欧的梦想。这边有之前我买车，还有在改车之前的前置作业，也有想要在欧洲深度旅行的，可以在这2支影片点开来看看哦。那在进入主题之前，我先自首一下。我觉得当初在车床天地发文问大家是不是可以放3000瓦太阳能板在上面的，以及如何洗衣服的那个笨蛋。露营车改装之前，我单纯的只是想说，我们需要全电的生活，所以我们需要完全依靠太阳能。我简单算了一下，我上面的这个车顶大概就是刚好可以放3片360瓦的太阳能板。而且在台湾的时候有看到一个 Luxgen 的大大，他就是做了滑轨，可以实现左右2侧都有太阳能板左右延伸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左右2边各延伸3片出来呢？就有9片，所以就会有3000瓦的太阳能，所以我才会异想天开有这样的想法。但是有前辈建议我啦，除了冰箱以外，其他的设备都是可以用油或者瓦斯来替代的，所以就没有那台3000瓦的露营车出现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的里面的内装吧。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，这边这个炉具是吃瓦斯的，还有我们的冰箱，这是24小时不断电的。来带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。这个还有我们的热水器，这个很厉害哦，它是每分钟可以加热7公升，非常的热的热水器。还有另外一个，另外一边，这边这个是我们的柴油助暖，这里是加柴油的。这几个就已经解决掉了我们用电的设备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有电冰箱是需要用电的。那解决掉了我们的能源系统油电煤之后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水源啦。我们这边有一个80公升的水箱，但是它可以使用的量大约是70公升而已。我们车居了快1个月，我觉得遇到最大的问题不是其他的能源问题，而是这个水源的问题。因为我们一天的用量大概就是50到60公升，光是我们3个人洗澡加上吃饭啊、煮饭还有洗碗盘这些的水，大概一天就要用掉50公升了。这意味着就是我们每次车泊都需要找水源了。那不得不介绍的这个地方，我们现在在马其顿的一个休息站这边啊，除了有水源以外，而且还可以有 WiFi。我真的觉得他们这边的加油站都非常的棒。每个加油站都可以有免费的 WiFi， 可以让我们在这边做编辑啊、上传的一些作业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车子里面。我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有床、有厨房、有浴室，然后冰箱，就这4个东西而已。现在的成果跟我们当初设计的样子其实是差不多的，非常舒服的。你看，我们后门打开就能有100万的山景，或者是无敌的海景。我们的床底下也有小秘密，看一下这边。这边就是我们的储藏柜了。我们当初来欧洲的时候带了3个大行李箱，3个小的行李箱，还有3个大背包，总共加起来大概150公斤的东西，全部都藏在这个底下。这边可以藏2个大行李箱，这边也可以藏2个小的行李箱。上面这边就是我们的所有的家当啦，把行李箱的东西拿出来之后，我们放在这边。这边有我们所有的夏天的衣服。这个窗帘妈咪做的是不是很漂亮啊？再来这边，你看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的用品，
可以有化妆品啊，还有一些杂物啊。这边还有香香读书的东西。再来另一个就是我最满意的了，这边这个是我的3C柜，这个是我后来自己加装的3C柜。这边有我的空拍机，然后最下层这边是可以刚好卡住我的电脑，然后充电的就在这边，整个充电的东西，还有我的一些电器的用品啊，洗衣机，还有这个也要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是我们超小的行动剧院行动投影机，你看这么小一台，比我的 iPhone 还要小。那我们要怎么看电影呢？噔噔噔噔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行动剧院了。像这样就可以投影我们的电影了，是不是很赞啊？我们的这个行动剧院。再来，你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小秘密，这里就是我们放冬天的衣服，到时候换季的时候就要把这边全部挪到后面去，然后把夏天的换过来。再来就是我们的厨房了，看一下我们这边有这个220的插座，可以直接煮饭用的。我们这个煮饭是200瓦，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我们有2个炉具，一次可以开2个火。这是我们一天的伙食。我们在欧洲还是一样，都是吃亚洲菜比较多，偶尔才会心血来潮煮一下他们当地人的吃法。有饭有肉有菜，一天均衡的饮食。还有这边，这里就是我们的厕所了。这个是我们洗澡的，它是这样，1分钟就可以加热7公升的热水，加热速度超级快的。你看，这刚好是我的大小，但是我在洗头的时候，我都需要半蹲，需要这样蹲下来一点点，不然我会一直撞到这个。这边也有我们的一些小柜子。香香要尿尿了，给大家看一下香香尿尿，教大家怎么冲水。这样就是冲水，然后这里打开，它水就会流下去了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洗衣神器，这个也是群里的大大推荐我们的一个非常方便的洗衣服的东西，一次可以洗大约1公斤的衣服，然后20分钟就完成了。把它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这边亮蓝蓝的灯就开机了。大家有看到吗？有一点点泡泡这样浮出来了。这样我们给它放20分钟，衣服就洗好了。再来，这边就是我们的晒衣场啊，刚刚已经洗了一批的衣服了，但是不是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很好的场地。我们一般的话都是吊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窗户这边晒衣服的，这边就可以晒4件，2个窗户晒8件，然后还有侧边的窗户，所以总共一次可以晒12件。再来就是24小时不断电的冰箱，等等。我很好奇，我们有办法在车上生活1个礼拜吗？就是有这台冰箱的帮忙。你看这边还有冷冻库，真的是可以结冰的哦。正常的话，我冰箱里面都会冰个啤酒的，今天已经喝完了，没有啤酒。这个是我们目前有去过的国家，我们去了罗马尼亚跟保加利亚，现在在马其顿共和国。到时候我会完成了欧洲的地图，希望我们可以达成这个梦想。我们的这个第3个行李箱就是从这边让我们当楼梯上去的。这是我的楼梯。再来就是要介绍我的家。
就是我们的一些干货了，不用冰在冰箱的，有水果啊、饼干啊、米啊。像是米我就买了一堆，在罗马尼亚的米很便宜。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干货的箱子，以及我们的一些备用水，到时候我还会再准备2桶，不然我们这样只有80公升的水真的不太够，我觉得至少要120公升以上，所以我们会再准备2桶，总共有4桶。放上来，这就是我们准备要离开的模式了。然后大家看一下，因为衣服会掉下来，所以就用香香的课本像这样挡住，这样我们的衣服就不会掉的整个车子都是了。我觉得这个设计很方便呢，台湾不知道有没有在卖这个，我是没有看过。大家有看过的，帮忙在底下打个+1。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它只要这样。从这个把它穿过去，然后就可以把它绑紧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见证奇迹的时刻，这样它就开始把它锁紧了。OK， 这样就紧了。然后换另外一边。这样就紧了，这样都不会动了。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滑轨放上去，这样就是我们的行车模式了。我们准备离开，前往下一个地方。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，麻烦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日后会有更多有趣好玩的影片跟大家分享哦。Please like and subscribe. Bye bye.